名被打上艳星标签。后来他花20年拿下金马奖影后，把脱下去的衣服一件件穿了回去。我就是老天比较眷顾的那一个。这故事的开端呢，他手里的牌烂到了极致。这舒淇出生在一个极其贫困的家庭，父母呢都是普通的工人，下面还有2个弟弟。小时候的日子呢，满是贫穷带来的窘迫和无奈。他的童年呢，没有玩具，没有新衣服，只有父亲酒后的打骂和母亲无休止的抱怨。他曾说呢，我一听到父亲回家的脚步声呢，就害怕到想要立刻逃走。于是呢，13岁他就离家出走，16岁为了赚钱呢，他签了一家模特公司。心智尚未成熟的他，在公司的忽悠下签了一份堪称是卖身契的合约，拍下了一组组大尺度的写真。这些写真呢，也让他是小有名气，也让他呢被2个改变了他一生的男人看见了。这第一个呢，就是大佬柯俊雄，他斥资10万为舒淇安排了他的电影处女作《灵与欲》。第2个呢，就是王晶，在王晶的镜头下呢，舒淇接连拍了《红灯区》《玉女心经》等好几部电影，他一脱成名，火遍大江南北。可这份红呢，带给他的不是喜悦，而是无尽的羞辱和麻木。他的母亲因为他的职业，过年都不敢去亲家串门走在街头呢，总会有人对他是指指点点。就在他快要被这份羞辱彻底淹没的时候一个贵人出现了，他就是张国荣。这1996年呢，舒淇和张国荣合作了《色情男女》。在片场这舒淇呢告诉哥哥，自己是因为生活所迫才去拍那些电影的。这哥哥听完非常认真的对他说，你是不需要脱就能把戏演得很好的人。这句话呢，像是一道光照进了他黑暗的人生，从来都没有人对他说过这么尊重的话。张国荣呢是第一个让他意识到自己可以成为一个真正演员的人。他没有给他穿上衣服，但他给了他穿上衣服的尊严和渴望。而真正为他穿上第一件演技外衣的是另一位导演尔冬升。当时呢，这尔冬升要拍《色情男女》正是王晶向他推荐了舒淇。也正是这部讲述了一个风月片女演员心路历程的电影，让舒淇拿下了当年香港金像奖的最佳女配角和最佳新人2个大奖。当他穿上一身礼服站在领奖台上，哭得泣不成声时，他终于以一个演员的身份被看见了。从此呢，他开启了自己长达20多年的穿衣之路。而在他一路打怪升级征战名场面的过程中呢，他也逐渐的建立起了自己那套强大到令人敬畏的人生哲学。当别人嘲笑他一脱成名是在走捷径的时候，他却清醒的撕开这条捷径的真相。他说，是呢，你靠脱是不是一条捷径可以让你出人头地？对啊，你是这么想的？那真的是这样子啊。你脱衣服你就可以上头版然后杂志啪啪封面多好啊！你说还不是捷径最快让人家记得你的？你看他不否认不美化，他坦然地接纳自己所有的过去，并把它变成自己向上攀爬的第一块垫脚石。而在感情里呢，那个曾经为爱痴狂的小女孩也逐渐的长成了一个不再会为任何男人迷失自己的女王。她曾在采访里半开玩笑半是认真的说，让你觉得容易发展感情吗？会吧，因为人闷的时候就会想要找个男人来玩一玩感情。这句话的背后是她在经历了无数次的情感创伤之后学会的自我保护。她用一种近乎是游戏人间的姿态告诉全世界，别想再用爱情来绑架我了，老娘玩得起也输得起。而这份看似潇洒的背后呢，是她在遇到最终归宿冯德伦之前那2段几乎是耗尽了她所有心里的情节。第一个节呢是黎明，1998年他和天王黎明因为拍摄了电影《玻璃之城》因戏生情2人开始了长达7年的地下恋情。在这7年里舒淇呢就像是一个见不得光的影子，她不能公开和他牵手，不能承认自己的身份，因为黎明的父亲和粉丝都无法接受舒淇和黎明在一起。2005年，舒淇终于在这段充满了委屈和不被尊重的感情里选择了放手。7年青春换来的只有一句无法被承认的对不起。第2个节呢就是张震，他和张震合作了《最好的时光》，在电影里爱的是如痴如醉。这份感情呢也一度从戏里延伸到了戏外，他们成了所有人眼中最登对的文艺片 CP。张震呢曾对他说，如果你35岁还没嫁的话，我就娶你。可最终呢，这段充满了暧昧和意难平的感情还是无疾而终。在张震的婚礼上呢，这个新娘呢甚至把手捧花直接递到了舒淇的手里，祝她也早日找到自己的幸福。那一刻呢，舒淇在众人的祝福声中哭成了泪人。经历了所有的背叛和伤害，舒淇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自己的事业上，她拼了命的去拍戏。她和侯孝贤合作了《千禧慢播》《最好的时光》。2005年呢，凭借《最好的时光》，她终于站上了金马奖的舞台，拿下了那座她梦寐以求的影后奖杯。那天呢，她站在台上把10年来所有的委屈、不甘和心酸都哭了出来。她说我好想拿到这个奖，我跟我自己说我一定要把我脱下去的衣服一件件的穿回来。她做到了。
他不再是那个被过去束缚的脱星，他成了戛纳、柏林、威尼斯3大国际电影节的评委，他成了那个可以用演技征服所有人的真正的演员。而在感情上啊，这个在电影里经历了无数爱恨纠葛的女人，最终呢也找到了她自己最温暖的港湾。她和冯德伦相识20年，兜兜转转，最终呢还是走到了一起。她求婚的那天呢，她素颜穿着拖鞋就答应了，因为她知道这个男人呢爱的是她这个人，而不是她所有的光环。如今的舒淇呢，早已经把那些个破碎的过去都拼凑成了自己最坚硬的铠甲。她的故事呢，也给所有曾经在泥潭里挣扎过的女孩上了最生动的一课。你的过去定义不了你的未来，只要你不放弃，就总有一天能够靠着自己的双手，把自己从地狱里重新拉回天堂。